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0.06，收盘价是241.0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8.37，最低价是在240.7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也在前低的下方，是这个248。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786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成交量是略有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转为空头趋势。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这个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低，也跌破了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目前出现了底底低。那这样一来呢，我们也会看到MACD 零轴下方出现小红柱，也就意味着股价进入了短期的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这根 K 线所处的位置呢，是股价上涨到高档，然后出现回档后的下跌中。当日的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这样的 K 线配有增量的成交量呢，意味着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下行。那从 K 线上来说，目前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也就是收盘价跌破20日均线值。那日后只有股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58，那股价才能会出现继续反弹的机会。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有2个可能，一个是反弹，其中反弹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会反弹到266，收盘价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反弹呢是收盘价会在272，这是第一个预测。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52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在6月26日，股价是出现了下跌。那这样的下跌，我们会看到它跌破了前低248，并且呢回补了下方的一部分缺口。那这样的下跌也出现了底底低，也就是确认了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对，因为上方已经有头低了，那下方出现底底低之后呢，也就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好，股价在6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继续下行，那它的目标将是下方的这个223。好，那我们看到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第一个目标247，我们
先把这个水平线删除。好的，那继续，如果是继续向下，就是223，它成为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好，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呢，缺口和2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如果223这个位置被跌破呢，我们再给出下方的第二个目标，就是6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12.5附近，我们加水平线。好，212.5如果被跌破，第三个目标就是5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95附近，我们也加一条水平线。好，这样一来，我们会清晰的看到目前股价下行的这3个目标。那其中呢，其实这3个目标都是股价出现了回后再上涨起涨 K 线的最低223，212这个点是出现了回档，然后再上涨，然后5月31日也是股价在当日盘中出现的一个回档，然后再上涨，所以这2根 K 线的最低呢，我们会把它定义为股价下行的目标。好，那其中我们会看到，如果跌破了212之后呢，在到达195之前，依然要经过200关口这个整数值。对，那200关口整数值呢，我们目前这个3号趋势线还没有删除。那我们会看到，在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交易日，那么200关口正好是和这个趋势线是重合的位置，所以200关口将会成为一个支撑，整数关口。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那我们先来看，这是2个我们之前视讯给出的2个观察位，我们把它删除。一个是上方，如果是股价在它附近运行呢，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反弹。对，如果是在252附近运行或者下方运行呢，股价会出现下跌。好，我们把这2个观察线也先删除。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在6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出现了反弹向上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当然是277，但是在之前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目标，就是6月26日这根下跌 K 线的最高，它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因为目前股价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才能够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所以呢，我们把它定义为第一个目标。那我们会看到目前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已经都下弯。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都将成为压力。好，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77，那目前我们会把它称为前高。我们把颜色变换一下，这是第二个目标。好，第三个目标我们认为是314，那这个地方有289是之前我们给出的目标，它应该是一个压力位。我们先把它删除。对，我们等股价出现反弹或回升之后呢，再在这其中找到需要叫做站上的目标位。那目前对股价
在站上277之后，那它的目标是314，因为我们把图缩小之后会看到，目前股价虽然出现了下行呢，但它如果我们从大的趋势上看，目前它是处于一个回档。如果回档成功继续上行，那么站上277呢，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它的目标就是314。314如果被站上呢，也就突破了我们会看到这个1号趋势线，就是在 K 线图当中最后一根下行的趋势，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好，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下方我们给出的是底高的一个上行趋势。那我们看股价日后回档是否能够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继续上行。好，那股价上方的3个目标就是258、277和314。好，我们再来看，回顾一个点位，就是说股价的这一波涨幅到6月20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最高的位置，它的收盘价是在274.45附近。我们来找一下这一波涨幅是在哪个位置遇到了压力。我们会看到它是在2022年9月30日这根 K 线，在这个 K 线的最高，股价遇到了叫做压力，是从这个位置出现的折返向下。好，那对于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从314到101的这样一个跌幅，那目前呢，股价我们说已经站上它50%的成本线，然后目前是继续在上行中。如果股价这个回档呢，我们说不跌破这一波下跌的50%的成本线，而遇支撑继续向上呢，那我们说股价是很有希望再次上行的。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这样一个分析。那么，但是从目前的股价的走势来看，出现这样的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在配有大的成交量，那么股价一定会是有个继续下行的。那至少我们认为股价会回补这个缺口。对，好。那对于6月27日，我们给出盘中要关注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关注239，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我们加一条水平线，239，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它的目标就是我们从 K 线上来说，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通常是在股价多头上涨过程中，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一旦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将会确认一个空头趋势，那股价呢会出现深度的回档，是会继续向下的。所以在6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39。如果股价在这个位置遇支撑呢，那股价会出现横盘，甚至是一个小幅的反弹。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39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而收在低位。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
239。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3个仓位，2个多头，1个强反弹。我们来依次说明，回顾一下。第一个仓位是有15%的持仓，这15%的持仓呢，我们是在6月16日的6月14日，然后6月13日收盘价，然后可操作性是在6月14日的开盘这个位置进场5%初次建仓，然后呢，在6月16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有5%的加仓，实际的加仓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有5%的加仓，然后呢，在6月20日的收盘价，我们有5%的加仓，一共是15%。那在这个位置，实际的加仓位置是在6月21日的开盘价，在278附近。那么对于这15%的仓位，它的成本是在266，在这个位置。那在6月21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加仓的一个仓位呢，我们是守前低，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涨幅，我们守的是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守的是247，所以到6月22日和6月23日这个仓位一直是没有被止损出场的。那股价在6月26日并没有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继续反弹，而是出现了下跌。那目前股价是跌破了247或者前低248，而我们之前的视频给出在6月26日收盘价如果跌破了248，应该止损出场。所以对于这15%的仓位，目前应该是即刻叫做止损出场，这是技术上的操作的纪律，对，这是底线。好，还有一个10%的仓位，应该是在6月16日这个位置有5%的初次建仓，然后呢，在6月20日收盘价，也就是在6月21日盘前才又加仓5%，一共是10%。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69。那同样在接下来交易日，我们都是守的这根 K 线的最低247，所以一直没有被出场。那到6月26日也是跌破了248，那么这个10%的仓位也要止损出场。好，那最后还有一个仓位是强反弹的仓位，就是在6月22日股价日内出现了反弹，在这个地方是5%进场强反弹，目标我们是看的274，止损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到了6月23日没有跌破，继续持有。到6月26日已经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这个强反弹的仓位应该是止损出场。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波涨幅的技术上的操作呢，已经全部出场。对，好，补充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视讯当中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最终都是说到被止损出场，因为我们给出的止损出场是底线的
纪律。但是获利呢，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如果持有仓位呢，是一直是可以自己找到一个获利点去出场的。我们并不给出获利的出场的点位，但我们有时会给出获利的目标。对，所以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说明。不然我们看所有的我们这个频道的视讯当中，不管是哪个做多的操作建议，最终都是被止损出场的，都是亏损才出场的。不是这样的。对，我们给的是底线，对，也就是必须要出场。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6月27日开盘之后，既会有空头进场，如果股价出现反弹，也会有空头进场。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在6月26日已经是有空头进场，并且出现了获利。那到6月27日再进场的空头呢，其实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然后回补这个缺口。那之前进场的空头的仓位在6月27日，如果股价一旦回补了这个缺口呢，之前的空头仓位可能会有叫做获利出场。对，那如果在这个地方6月27日刚刚有进场的空头呢，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223，也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对，那不管是在6月26日进场的空头，还是在6月27日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回补位应该都是在258。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那实际上我们说，通过空头的分析说，如果股价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很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一个小的止跌，或者说是会出现一个横盘，甚至是一个小幅的反弹。对，因为在这个地方会有空头的获利出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呢，请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从250一直到253，是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6到257之间，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58，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虽然它和10日均线值相接近，但是我们并不把它合并，因为这个258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把它分开。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实际上这3个压力呢都在这根 K 线的范围之内。好。当然，再向上的压力呢，之前的每个 K 线的最高都会是压力。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这个缺口235到240，其中20日均线值在239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接下来的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221到223，在这之间呢，我们还要给出一个支撑位，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50%的成本线，也就是中线位置是在229附近，所以下方的3个支撑就是缺口229，然后下方的这个缺口。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6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那下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1，对，241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收盘价这个位置，然后呢，最低下方会，我们更正一下，最高是到达上方的245，在这个位置，对的。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235，收盘会收在240附近。对，这是下跌的第一个点位。我们预测在第一个这样的一个点位呢，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在这个地方啊，会有空头的获利出场，然后呢会再有20日均线值呢，可能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得到一个支撑，所以收盘价会收在240附近。好，这是第一个下跌的点位。另外一个点位呢，同样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那股价最高会到达239，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会留有一个缺口，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29.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1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出现这样一个低的点位呢，就是说，会没有多头力量的支撑呢，继续会有大量的空头，那么股价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对的。好，这是我们说的下跌的2个点位。然后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我们要第一个下跌，我们还要给出条件。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那在盘中2个点位分别是不高于145，另外一个是不高于240。对，这是它的条件。我们会在文字信息当中呢把它写得更清楚一些。好，那第二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9.5，最高上方会到达25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那出现反弹的条件，它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出现反弹，我们认为，20日均线值会成为股价的目前走势的一个支撑。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